澳大利亚工党重夺政权，中澳关系也无法快速回暖。但是我们可以给工党一点点空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过去几年中澳关系一直是往下掉的这个样子。但是呢，回顾历史想当年澳大利亚还真是西方世界里边对中国相对积极、相对友好，给我们很多帮助的国家。所以很多网友认为莫里森这届政府是中澳关系走向对立的罪魁祸首，因为以前不这样。而工党政府呢，当年跟中国关系发展的是不错，这2年呢也曾经指责莫里森破坏了中澳关系的发展前景，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那个陆克文嘛。而这次澳大利亚大选当中呢，就是被我们国内大多数网友认为对中国会更好一些的澳大利亚工党赢得了选举。但是工党领导人上来以后就表示了，跟中国的关系也很难快速的转暖。新一届政府呢，会用比较现成的方式跟中国打交道，很多重要问题上只能跟过去的自由党政府保持相对的一致，只不过会灵活一些、务实一些，但是大方向呢不容易扭转。为什么会这样？我理解呢，中澳关系跟中美关系一样，已经陷入了一个深层次的对抗，不是一个党在短时间之内就能通过政策改变的。这一点从选举中能看得出来。自由党拉选票的时候，攻击工党的重要手段就是把工党说成是中国支持的，比如他们在大街上宣扬说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请投工党一票。另外呢，半年多了还反复嚷嚷说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是中国共产党内定的澳大利亚总理，而工党那个副党魁理查德·马勒斯在北京访问期间呢，还说了句好听的话，说中澳期间呢，双方的军队可以加强点防务合作，这也成了自由党打击工党的理由之一自由党有意制造中国政府通过工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的这么一种舆论，就是想引起澳大利亚选民的逆反情绪。这其实呢，就类似当年美国民主党说特朗普通俄那套是一样的。关键是呢，莫里森政府虽然没有在经济上取得特别称道的成就下了台了，但是他给后任者留下一个重要的政治环境，就是让两国关系从官方到民间上上下下陷入争吵，吵得越凶，对华政策就越是自由党打击工党的理由。所以经过这4年争吵，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所发布一个民调，显示63%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而非经济伙伴，比4年前增加了1半。所以在这个民意环境之下，工党上台之后也不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选择调转方向。而这次选举中呢，工党也试图要撇清跟中国的关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舆论陷阱非常的有效。另外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实力增长，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在这个历史阶段产生对中国的各种戒心和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所以呢，我们本来就不该期望通过一次大选就改变这种态势，那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对于新的工党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一学中国古人，恩威并施吧。一方面，对澳大利亚各种反华言行打击的力度还可以继续加大，比如说澳大利亚防务部门如果针对台湾问题再敢出言不逊，解放军就应该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周边活动。另一方面呢，对澳大利亚的打击手段也要追求更加精准，要区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对于希望跟中国发展关系的人，还是要鼓励发展。毕竟还有3个州希望跟中国搞一带一路。根据民调，澳大利亚境内认为中澳关系不好，但是认为应该改善关系的人还占了61%，说明争取的空间还是存在的。那么未来如果工党政府释放出了一些缓和性的、带有灵活性的信息，那么我们应该抓住机会，给对方一个台阶，让对方沿着缓和的方向走下去。这里边呢，还要提醒一些网友，就是不要以为改善关系就是软弱，不要以为区别对待工党、自由党就是放纵。激化矛盾和对抗本来就是自由党那些人培养反华言论的土壤，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莫里森之流的指挥棒转，帮他们继续玩煽动民族情绪对立的把戏。好，关于在当今非常艰难的中澳环境背景下，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们抓住？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